在森林里转了一整天，寻找可吃的谷物和草药。疲惫的神农已经中毒了72次，但就在他毒发身亡之前，一片叶子飘落进他的嘴中，他嚼了嚼树叶，又恢复了活力。这就是发现茶叶的过程。至少古代神话故事是这样讲述的。茶叶其实并不能解毒，但是神农作为中国农业的发明者，突出了茶在古代中国的重要性。考古证据显示，茶最早在中国培育，距今有6000年左右，比法老修建金字塔早了1500年。早先的中国茶作物与现在遍及全球的茶树一致，但食用它的方法与现在却大不相同。它最早作为蔬菜食用，或用来煮粥。它从食品变为饮品，是在1500年前。那时的人们意识到，加热和水汽可以使这种树叶产生出复杂而多变的口感。制茶方式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化，形成了现在的标准流程，包括加热茶叶、压制成便携的茶饼，磨成粉末，冲入热水，由此便得到了磨茶。磨茶风靡一时，独特的中国茶文化也由此产生。茶变成了诗歌和书籍的主题，成为了皇帝最爱的饮料，也是艺术家创作的载体。他们能够在茶水泡沫中作画，与现在咖啡店在蒸馏咖啡上作画十分相似。在9世纪的唐朝，一位日本和尚将第一株茶树带到日本，日本人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茶习惯，从而产生了茶道。在14世纪的明朝，中国皇帝将制茶标准从茶叶压制成饼变为散叶茶。当时中国仍几乎垄断了世界上的茶树，使茶叶成为与瓷器和丝绸并列的中国3大基本出口商品之一。这给中国带来了强大的权力和经济影响力，因为此时喝茶这一习俗已遍及全球。这股风潮在17世纪初达到最盛，在此期间，荷兰商人将茶大量带到欧洲。很多人认为，葡萄牙尊贵的女王凯瑟琳皇后在1661年嫁给英国国王查尔斯2世，从而使英国贵族阶层爱上了茶。当时的英国正在扩张殖民地，并日渐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。随着英国的壮大，人们对茶叶的爱好传遍全世界。1700年的欧洲市场上，茶的价格已经达到了咖啡的10倍，但此时茶树仍只长在中国。茶叶贸易看起来如此诱人，世界上最快的帆船就因西方贸易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而诞生。这些船只飞速地将茶叶带回欧洲，从而将公司利润最大化。起初，英国用银币支付茶叶费用，当这变得过于昂贵时，他们提出用鸦片进行交换。这引发了中国的公共健康问题，因为人们会吸食鸦片成瘾。到了1839年，一位中国官员下令销毁了大量英国运来的鸦片，这被视为对抗英国对中国施加的影响。这一行为触发了两国之间第一次鸦片战争，斗争在中国沿岸此起彼伏，直到1842年清政府战败，割让香港岛给英国，并接受贸易不平等条款。这场战争削弱了中国的全球地位长达1个世纪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想要种植茶作物，并进一步控制茶市场，因此他们委派植物学家 Robert Fortune 秘密前往中国偷取茶叶。他伪装自己开始了这段危险的旅程。他经过中国种植茶的山区，偷运出了茶树以及有经验的制茶工人，将他们带到印度大吉岭。由此，茶树广泛传播，促进了茶叶迅速普及成为日常饮品。现在，茶的饮用量仅次于水，居世界第2。从甜味的土耳其黑茶到咸味的西藏酥油茶，茶的制作方法如此之多，正如世界上不同文化的数量数不胜数。通过这段视频，继续探索中国迷人的历史，发掘有2000年历史的黄帝陵墓，以及他们在里面发现的惊人发现。